这次讲佛教初传期。初传期从汉朝开始，经过三国、西晋，一共3个朝代。先说汉朝，看一下一览表。汉朝呢，主要有这么几件事儿：依存受经，明帝求法，请回来迦摄摩腾和竺法兰2位法师，安世高的阐述学，支娄迦谶的般若学，眸子的眸子理惑论。依存受经，中国历史上官方有记录的第一次接触佛教是在西汉末年。西汉哀帝元寿元年，公元前2年，大月支使者依存口授浮屠经给当时的博士弟子景庐。解释一下这句话，大月支听过印度佛教史的应该很熟悉了，最早是生活在敦煌一带，但是被匈奴人、乌孙人打得一路向西向南迁徙。公元前2年这个时间段呢，大月支人还没有成立贵霜王朝，当时是生活在阿富汗山区北边的阿姆河附近。这个地理位置已经和印度非常接近了，所以深受印度文化影响。大月支人呢也开始信仰佛教，这是大月支。然后口授浮屠经，浮屠经就是佛经，佛的梵文词是布达，音译就是浮屠或者叫佛陀，简称就是佛。这个记载呢虽然就一句话，但是意义非常重大，它明确记载了中国官方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年。公元前2年，这个已经被公认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。然后明帝求法，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的把佛教引进中国是在东汉明帝永平7年，公元65年。这里边还有点神话色彩。汉明帝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位浑身发出金光的神仙环绕宫殿飞行。明帝上朝的时候就跟大臣们聊起这个梦，太史傅就跟明帝说臣听说西方天竺有一位得道的神仙，号称佛，能够在空中飞行，全身放射着光芒。我想皇帝您梦见的大概是佛吧。汉明帝觉得可能是这位佛神仙在召唤自己，于是就派了一队人马到西域去求佛访道。3年之后队伍回来了，佛神仙没找到，但是请了2位印度僧人回到洛阳，就是迦摄摩腾，也有叫摄摩腾的，和竺法兰，同时用一匹白马驮回了很多佛教的经典。汉明帝很高兴，敕令在洛阳城外建立僧院，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，僧院名字就叫白马寺。然后第一部经，2位高僧呢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中文佛经42章经。42章经主要阐述了人生无常、众生皆苦的佛教主张，劝告世人放弃爱欲，积极修行以求解脱。经文很简朴，咱们随便摘2句原文，大家感受一下。为人自生至老，自老至病，自病至死，其苦无量。心恼积罪，就是心中的烦恼罪业累积，生死不息，其苦难说。爱欲之于人，犹执炬火逆风而行，愚者不视炬，必有烧手之患。人为道去情欲，当如草见火，火来已却，见爱欲，必当远之。就是沉溺在欲望之中的人，就好像举个火炬逆风而行一样，风一吹就把自己烧了。求道之人呢，应当抛弃爱欲，道人见爱欲，必当远之。然后第一部论，东汉时期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论，叫做眸子理惑论。就是有一个叫眸子的这么一个人，他为了梳理大家对佛教的疑惑而写的这么一个论，内容就是介绍什么是佛，世尊的生平的一些传说，还有佛家戒律这些比较一般性的知识。眸子他对佛的描写能体现出当时的中国人对佛是什么感觉，他是这么写的：佛乃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序。
佛之言觉也，恍惚变化，分身散体，或存或亡，能小能大，能圆能方，能老能少，能隐能张。导火不烧，履刃不伤，在污不染，在火无殃。欲行则飞，坐则阳光，故号为佛也。这段不难，具体咱就不翻译了啊，你找这个感觉。当事人理解佛就是神通广大，众神之神，这就是用中国传统的神仙文化来理解佛教。比如《西游记》里的如来佛祖也是这个感觉。其实这种感觉呀，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。然后安世高的阐述学。东汉中后期开始，有很多西域甚至印度本土的僧人来到中国弘扬佛法，其中贡献最大的有2位，一个是安世高，一位就是智斗迦谶。咱们先说安世高。安世高的出身很好，是西域某国的太子，从小就非常聪明，精通天文医术等各种技艺，尤其精通佛家经典。在他父亲死后，他把王位让给了叔叔，自己呢就出家修行了，游历各国，后来来到洛阳传播佛法，进行译经工作。安世高属于说一切有部的，他翻译的经典呢都是说一切有部的东西。后来的东晋名僧释道安评价安世高，说他善开禅术。解释一下什么是禅术。禅指的就是禅修，术指的是树木。有部它的法相学里边，很多法相啊都是带数目字的，比如四谛、三法印、12因缘等等，所以就用术来指称有部的法相学。禅术或者叫禅术学，就是有部的禅定与有部的法相。安世高一共译经34部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2部是安波守译经和因持入经。安波守译经是讲禅修的，安波是梵文音译，意思是呼吸。这个经讲的就是通过观察自己的呼吸来守住自己的意识，不让它散乱，这就是数息观呢，专门对治散乱的。这个经里边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他提到了修数息观最后能达到的那个结果，结果就是可以治天地助寿命，就是你可以神通广大，管天管地，寿命永驻，能一直活着不会死。很明显这个不是印度佛教的东西，印度佛教追求的是涅槃，就是永远不再生了，归于沉寂，这是他们的目标。但是到了中国呢就变味儿了，就融合了追求永生成仙的那种神仙文化的东西了。因持入经是介绍法相学的，因持入就是运出界，5蕴12处18界属于佛教的最基本的法相。运出界这个翻译啊，是唐朝玄奘法师定下来的。在玄奘法师以前，同一个梵文概念是可能有很多种翻译方法的。比如安世高就把运出界翻译成因持入。什么叫5蕴12处18界，咱们之前都讲过，就不多说了，你要是忘了就自己复习一下。然后智斗迦谶，智斗迦谶有时候简称为支谶，他是贵霜王朝的人，比安世高晚10几年到的洛阳。他的贡献呢，也是翻译了许多经典，其中最重要的有2本，《道横般若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。般若经是公元1世纪印度第一批叙述的大乘经，可以说在所有的大乘经里边是最早出现的。后来中观学派的基本思想缘起性空都是从般若经里来的。但是印度这个般若经啊，它不是一本，般若经是个统称，实际上它有很多本的。后来唐朝玄奘法师从印度带回来的般若经就有16本，玄奘法师把这16本都译出来了，每一本叫做一会，就是一次法会，开一次法会讲一本，最后译出来的就是16次法会，一共600卷，一共有568万字，相当的大部头。一般管玄奘的译本叫做大般若经。支谶的道横般若的主要内容就包含在大般若经的第4回，内容就是之前讲过的般若思想，诸法性空啊，诸法如幻这些东西。这是大乘般若学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。支谶译的第2本比较重要的经是《般舟三昧经》，又称作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定经。
三昧这个词儿啊，大家以前可能听过，比如三昧真火，就说这个火不是凡间的火，而是真火，水浇不灭的那种火。实际三昧是佛家的概念，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。梵文词的发音是萨玛底，也有音译成三摩地的，就是止的意思，就是止观的那个止。禅定分两大步骤，一个止一个观，三昧就是止的意思。但是到了大乘佛教时期，三昧这个词儿的意思扩大了，一切的修行方法都可以叫做三昧。你会见到各种的三昧，其实就是各种的修行方法。比如说这个般舟三昧就是一种修行方法。般舟三昧啊，就是要让佛能在你面前显现出来。怎么显现呢？比如有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，你怎么能看到阿弥陀佛呢？咱们看经文。佛言：跋陀河，其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持戒玩具，独一处止，心念西方阿弥陀佛。今现在随所闻当念。去世间千亿万佛刹，其国名须摩提，在众菩萨中央说经，一切常念阿弥陀佛。佛说跋陀河，跋陀河也译作贤护菩萨。佛说贤护菩萨，如果有比丘、比丘尼、男居士、女居士四众弟子，持戒清净，独自住在一个道场，一心想见西方阿弥陀佛，那么他现在就应当这样想：离这里经过百千亿万佛国，有一个极乐世界，一位阿弥陀佛正在给众多菩萨宣讲佛经。修行者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常念阿弥陀佛圣号。跋陀河，菩萨于世间国土闻阿弥陀佛，烁烁念，用是念故，见阿弥陀佛。见佛已，从问：当持何等法生阿弥陀佛国？尔时阿弥陀佛欲示菩萨言：欲来生我国者，常念我，烁烁常当守念，莫有休息，如是得来生我国。于是贤护菩萨在他所住的地方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而且不断的念这个佛号，凭着这个信念的力量见到了阿弥陀佛。见到阿弥陀佛之后，贤护菩萨就问：应当修持什么法门才能生在阿弥陀佛的佛国？这时阿弥陀佛回答说：想来生我国的人，常常念我的名号，时时守护此念，不要停顿，这样就能来生我国。般舟三昧啊，大概的方法就是念佛、见佛，最后往生佛国。后来中国的净土宗对般舟三昧做了一些发展，强调要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念佛。比如现在佛教有一种念佛方法叫做行般舟，具体就是不停的走，同时口念阿弥陀佛，不能坐，不能躺，不能睡觉，就这么不停的走。要连续走多长时间呢？短的有3、4天的、7天的，长的有90天的。90天的时间里不坐不卧，一直走，一直念佛，那是什么毅力？像我这种普通人都是难以想象的。现在也有人修般舟三昧，有兴趣的话可以网上自己搜一下，了解一下。这个般舟三昧经啊，是中国第一部阿弥陀佛信仰的经典，对后来的净土宗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东汉的内容呢就这么多，下次课讲三国时期。